最近2周啊，手机行业又开始热闹起来了，尤其是一加和红米啊，无论是新机预热还是发布会上的参数比拼，可以说是火药味十足。K60至尊版预热的时候啊，其实很多网友都不太看好，评论区经常能够看到的一句话，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当然，网友的调侃其实呢也不是空穴来风啊，主要原因呢还是之前红米、小米的天玑旗舰啊，确实呢没用心去调，比如说 K50 Pro 用天玑9000，结果呢被自家的 K50反向 KO。小米12 Pro 天玑版定位4000档位，结果日常流畅度、拍照优化呢都不太行。K60系列只有 K60E 出厂的是MIUI 13，几个月之后呢才更新MIUI 14，系统适配呢也是低人一等。那么这一次 K60至尊版到底能不能扭转小米、红米加发哥的口碑？本期视频我们就来好好测一测它的表现。喜欢视频的话，别忘了3连支持一波，这对我们自费购买手机做评测的 UP 主来说是莫大的鼓励，感谢感谢。关于天玑9200 Plus 的这颗芯片，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已经和大家详细聊过了啊。虽然说发哥通过超频的方式让它的跑分成绩持平了8斤但同时峰值功耗呢也是大幅飙升。比如说天玑9200 Plus 3.35 GHz 的 X3 大核，在 InSpec 06测试中，性能提升 9.9%， 功耗暴增了 53.3%， 明显是过了能效拐点了。而如果是降到和天玑9200同频，那么功耗表现呢就正常很多，能效呢要比8加更好。比较离谱的还是 GPU 部分，在阿斯特克神苗 1080P 中，性能和8Gen 差不多，一个呢是157帧，一个呢是155帧。但天玑9200 Plus 的 GPU 功耗达到了 14.71瓦，高了整整 70%。降频之后，功耗大幅降低，维持天玑9200的水平。所以手机厂商 PPT 上宣传的什么性能之王、安卓最高跑分等等大家看看就好了。天玑9200 Plus 的超频部分除了跑分，是真的没啥卵用。综合性能能效来说呢，8 Gen 好于天玑9200 Plus， 好于8加。当然，天玑旗舰芯片从来不单是性能强弱问题，更重要的是看手机厂商有没有用心去调教，做好平台级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 K60 Ultra CPU 的日常调度。程序打开加载时，中核大核最高呢是 2.6 GHz 加 2.85 GHz， 应用内信息流滑动呢最高是 2.5 GHz 加 2.7 GHz， 点击子页面同样可以飙升到 2.6 GHz 加 2.85 GHz。用新版的 Geekbenchmark 6测试，单核呢是1500加，多核呢是4300加。日常调度上来说会比频率完全开放的 Neo 8 Pro 呢怂一些，但是这个策略呢，我觉得是没啥毛病毕竟天玑9200 Plus 峰值频率下的功耗明显会更高。K60 Ultra 日常使用呢是直接砍掉了这部分频率。在非跑分白名单应用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天玑9200 Plus 的实际性能依然和1加4加3的8这样的有差距，但是对比8加机型来说会更强一些。之前呢，MIUI 加发哥平台机型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呢，就是单看跑分性能好像呢没啥问题，但程序多开、快速切换，动画呢就是容易出现掉帧，还会出现动画丢失的问题。12 Pro 天玑版、K60 Pro、K61 呢都是如此。这次 K60 Ultra 的表现要比之前MIUI 加天玑型就要好很多了。桌面图标动画没有像 CV3 那样阉割，程序多开、连续切换的流畅度、发热控制，在当前系统版本下，我觉得是优化的挺好的。不过呢，和高通机型相比音量调整 UI 少了毛玻璃效果。日常使用下来一个比较明显的槽点呢，就是 K60 Ultra 依然没有高刷自定义功能，默认到手的智能刷新率就是一个智障模式。30款常用 App 有17款锁了6舍字拼多多、淘宝、京东都锁就挺离谱了。手动高刷的情况下，视频类 B 站和优酷呢解锁了，其他视频地图类都是锁6舍字。在电池选项里面开启高性能模式，可以实现全局120赫兹。一般来说游戏开高性能模式很普遍，但是日常使用的话，开高性能模式应该是很少的。而且这个模式下，静态画面刷新率呢就不会自动降到6赫兹了。在均衡模式下，静态画面呢会从120赫兹降到6赫兹来进行省电。反正对于MIUI来说，有没有高刷自定义基本就是一个薛定谔的状态。你说旗舰机才有吧，12S Ultra、K60 Pro 至今都没有。你说新机才有吧 ，K60 Ultra 没有，但是 Note 12T Turbo 有。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游戏环节既然是旗舰芯片对比直接上原神和星铁，帧率测试软件呢是性能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新一代手机性能杀手崩坏星穹铁道 K60 Ultra 平均呢是 50.5帧，整机光呢是 6.5瓦，游戏过程中帧率波动很大，后半段呢会反复在45帧和60帧之间来回蹦极。K60 Pro 最新系统复测平均呢是 55.8帧，前面8分钟比较稳，这一段可以达到平均59帧左右。但是后半段也开始稳不住了，帧率会出现频繁的波动，但是呢不会强制锁帧，整机光呢是 7.9瓦。看来 Pro 这个调度确实更加狂暴些。8 Gen 在星穹铁道项目里面 GPU 呢会更有优势。同为天玑9200 Plus 的 Neo 8 Pro 平均呢是 48.9帧，整机功耗呢是 6.1瓦。
骁龙8加的 A42新系统负责平均呢是43.7帧，前面5分钟还好，但是后面呢会频繁的在30帧和60帧之间来回蹦极。整机光呢是7瓦，游戏过程中屏幕呢也是强制降到了95尼特。再来看一下原神啊，默认 720P 分辨率 ，K60 Ultra 平均呢是59帧，整机光呢是5.9瓦。对比8 Gen 2的 Pro 帧率稳定性呢略差些，但是功耗控制的不错。Neo 8 Pro 副侧呢还是和之前一样，后半呢会出现一个波浪形的帧率上下浮动，平均呢是58.1帧。整机功耗同样是5.9瓦，后面帧率稳定性呢是不如 K60 Ultra 的。1加 A42平均呢是53.5帧，功耗呢是5.8瓦，对比天玑9200 Plus 两台机子表现的要差些。比较让人意外的是 K60 Ultra 在高分辨率下的表现，游戏中心开启高质量之后就是864P， 看着呢会比默认 720P 更加清晰。这个模式下 ，K60 Ultra 和 Pro 的平均帧率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功耗方面 ，K60 Ultra 呢要更低，一个呢是平均6.2瓦，一个呢是平均6.8瓦，所以说两者屏幕功耗有差异。但是用天玑9200 Plus 在这个分辨率下跑出这个帧率和功耗，是我们测试过天玑9200平台里面表现最强的。所以说 K60 Ultra 日常性能调度、多开应用之后的流畅度以及高复杂游戏的表现，确实是一改之前米 UI 加天玑机型的表现。引用雷总的经典语录就是：不要一提到天9200 Plus 就说高复杂游戏不行，那也要看谁家的天9200 Plus。续航方面，用新版的双卡5G全程数据流量模式测试，最终亮屏续航成绩呢是6小时36分，表现不错。说到不错，就不得不说大米精选定制的小米13系列肤感面条壳了，超薄 PC 材质，手感出色，同时呢还兼顾了保护性，纹理按键特别舒服，后盖面条竖纹简约精致，不仅颜值更出色，还能提升握持手感，让你放心盘。多种色彩满足不同需求，希望大家会喜欢。120瓦快充，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14.16瓦时。短时间回血速度不如 A42的100瓦和 K60 Pro 的120瓦，完整充满耗时呢是25分钟。K60 Ultra 主摄传感器呢是 IMX800加光学防抖，硬件规格放在这个价位来说挺不错的。毕竟之前2500档 K 系列机型，要么是祖传的 IMX582，要么就是长焦级主摄 OV64B。之前 K 系列加发哥平台机型一个普遍的问题呢，就是自动夜景模式各种抽分不稳定。这次 K60 Ultra 的自动夜景成像稳定性是有不少进步的，大多数场景下都能够正确识别开启夜景，灯箱部分的高光也能够正常还原对比之前红米加发哥平台机型的拍照是要好许多了。但是同样天玑9200 Plus 夜景画质呢还是 Neo 8 Pro 更稳。比如说这组大润发灯箱样张 ，K60 Ultra 虽然说开启了自动夜景，但是真香部分呢还是会泛白过曝。这组灯箱样张 K60 Ultra 蓝字部分呢看起来就糊在一起了，另外两台蓝字部分灯箱呢则是没有这个问题。3台机子的2倍都是基于主摄裁切，解析力方面反而是 K60 Ultra 更胜一筹，应该是有超分算法加持了。就是这个 K60 Ultra 2倍模式颜色看起来会相对寡淡。比较让我懵逼的是，同样是基于主摄2倍数码裁切 ，K60 Ultra 有自动夜景算法，而8 Gen 2加 IMX800的 K60 Pro 竟然没有。晚上拍摄灯箱基本是直接过曝。日常的成像风格上 ，K60 Ultra 呢整体偏鲜亮，Neo 8 Pro 默认直接是饱和度战士。整个光影色彩对比来看，还是 A42 最舒服，白平衡的稳定性也相对更好。比如说这组花丛样张 ，K60 Ultra 整个画面呢整体泛白，缺少立体感。Neo 8 Pro 这里白平衡偏绿 ，A42 的观感最好。白天的动态范围上，大多数场景下呢表现不错比如说这组样张 ，K60 Ultra 云朵细节呢反而比 Neo 8 Pro 更好。Neo 8 Pro 有点糊成一团的感觉。当然 A42 的云朵细节依然是3台机子里面表现最好的。在一些比较极限的高反差场景里面 ，Neo 8 Pro 的动态范围表现则要强许多。这组逆光窗户样张 ，K60 Ultra 还是和之前红米加发哥平台机型表现一样，直接过曝。3台机子的超广角硬件规格都是属于凑数级别，没有自动对焦，放大看的画质都不太行。不过 Neo 8 Pro 有些场景色彩饱和度是不是有点辣眼睛了？到了晚上 ，A42 呢更胜一筹 ，Neo 8 Pro 整个画面噪点更加明显 ，K60 Ultra 噪点还好，但是总感觉有种朦胧感，涂抹感比较严重。总的来说呢，作为发哥平台的 K 系列机型 ，K60 Ultra 的成像进步还是挺明显的，算法下放了更多。当然，这个明显呢是建立在之前 K 系列加发哥拍照普遍拉垮的基础上。如果和2500档的 A42 相比，综合成像画质稳定性呢依然有差距。上一代 K50 Ultra 被不少网友调侃分辨率开倒车，卢伟斌呢甚至都没有上台给这台机子做讲解。今年 K60 Ultra 还是一样。当然 1.5K 屏其实现在接受程度已经是非常高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屏幕 PPI 呢基本是够用了。亮度方面一如既往的出色，6个区块平均分值亮度呢达到1272尼特，高低亮度差控制在55尼特左右。激发亮度的设定也比较激进，比如说2万勒克斯就可以直接激发到1103尼特，5万勒克斯照度呢可以激发到1195尼特，比 A42 和 K60 Pro 呢都更加激进。
不过呢，我们手上这台屏幕色准表现呢相对弱些，默认平均色彩偏值呢是4.3，标准模式是3.3。A14 和 K60 Pro 标准模式都可以做到1左右。至于调光方面嘛，红米的机子基本不用担心。K60 Ultra 60尼特以上呢是类 DC 调光，60尼特以下呢是288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屏幕放在2500呢来说没啥毛病啊。当然仔细看的话 ，Ultra 的屏幕可视角度相对于 Pro 来说呢会稍弱一点。经过 K60 和 K60 Pro 这两款产品之后，可能红米内部呢也明白了，在这个价位把30瓦无线充电作为一个差异化卖点，显然是不太能打动目标消费群体的，所以干脆呢就直接去掉，下放了 IP68。那么问题来了，无线充电对比 IP68， 如果可以选的话，两者你会选哪一个呢？可以走一波弹幕。当然还是那句话 ，IP68 防水但不防手贱啊！如果真的经常用流动水去冲洗，万一进水了，手机厂商呢是不会给你保修的。其他外围规格方面，基本还是之前 K60 系列的老传统，比如说马达是祖传的0809小尺寸，实际震感力度和之前 K60 系列呢差不多，对比 A42的0809会稍微弱一丢。指纹依然是短焦，因为屏幕尺寸来到6.67英寸，实际日常使用呢，可能还不如侧边电容式指纹来的顺手。上半年 K60 系列在质感层面可以说是被 A42 打懵了啊 ！K60 Ultra 最直观的改变呢，就是屏幕去掉了大塑料支架，看着呢更加简洁清爽，不像之前的机型侧面看起来厚好几层。但亮屏之后，屏幕的黑边啊，说实话比预期呢要粗。比如说和定位更低、更便宜的 Note 12 Turbo 相比，黑边呢反而要更粗。这波呢又是属于自己 KO 自己的。塑料中框处理方式中规中矩，整体质感有进步，但不算很大。巨型的摄像头 Deco 两侧呢做了斜坡处理，乍眼一看呢接近小米13 Pro 的后摄即视感。个人感觉要比上半年 K60 Pro 呢更加协调些，没有为了辨识度而辨识度。那么满分10分，你会给 K60 Ultra 的外观设计打几分呢？可以走一波弹幕。对于 K60 至尊版这款产品啊，大家的态度呢，其实有一个类似于过山车的改变。预热的时候，基本都是红米加天玑，越用越懵逼。但是公布2599元的价格之后啊，又是卢尔滨广场了啊。所以说没有不香的产品，只有不香的价格。这次 K60 Ultra 的定价，我觉得是非常明智的啊。之前我们视频里就说过了，用天玑92 Plus 和8加去硬碰硬，肯定是没有任何优势的。但如果进一步下放和8加进行去做错位晋升，那么优化好的情况下，性能能效是有优势的。当然，也有很多网友啊，对于 K60 Ultra 用天玑92 Plus 表示不理解，因为按照型号后缀，正常来说应该是标准版用8加 ，Pro 版用天玑92 Plus，Ultra 呢用8加2才是。实际上啊 ，K 系列这个至尊版和大家常规理解的 Ultra 超大杯啊，其实并没有什么卵关系。上一代是如此，这一代呢也是如此啊。本质上呢，它是对于 K 系列半年后的一次产品线补充啊。具体补充在哪个档位，主要呢还是根据竞品和市场情况来看。目前来说 ，K60 Pro 产品力呢无法有效支撑3000加档位 ，K60 呢又和同价位的 A42 存在一定的产品力差距。那么在 K70 系列到来之前，红米 K 系列其实急需要一款产品来稳住2500档这个基本盘，这就是 K60 Ultra 的主要任务。结合这一次的实际优化，价格确实呢没啥毛病啊，可以说是红米、小米加天玑目前优化最好的机子了。IP68 加5000毫安时电池加120瓦快充，对于很多人来说啊，会比30瓦无线充电加5500毫安时电池加残血67瓦呢更加实用。当然，米幺加发哥后续会不会出现负优化啊？这个呢我们就不好评价了。按照首发送手环的策略，我觉得 K60 Ultra 双11应该是最佳的入手时间点。然后呢，再过1到2个月 ，K70 标准版会替代 K60 Ultra 的定位。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K60 Ultra 的全部评测内容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啊！当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索更多优质科目。那我们下期 A42 Pro 的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